好，我們要持續就軍事面來觀察這個美軍的飛彈庫快要被在中東地區給掏空。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的航母艦隊卻是全面的衝刺來做升級。今天也會特別來關心到了是大陸的殲35準備登艦，那麼遼寧艦現在則是殺進了西太平洋地區。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印太地區有一個問題，就是日本跟台灣的軍售大卡關。我們接下來要觀察到的是印太是否進入美國來不及，中國已經逼近的新戰爭時代呢？那麼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可以跟我們做互動哦。就是說，美國的武器在中東快速的消耗，是否接下來會難以應對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中國在這邊做競爭？如果您認為是難以應對的，可以留言寫1；您認為仍然是可以有效應對中國的，可以在留言區寫2，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我們要來趕快看到 CNN 的最新爆料，特別講說呢，在美軍呢在伊朗的這一場戰爭當中，一共是7周的時間而已，但是呢，已經大量的消耗了關鍵的飛彈庫存了。它特別示警會出現的是這種短期風險的一個警報。接下來最擔心的事情是，一旦有這種大型的衝突，美軍要面對的就是彈藥不足，難以應對中國大陸的一個危機。這是來自於 CNN 的最新報道。美國智庫也特別做了一個精確數字的證實，在美伊戰爭這一場7周的戰爭當中，美軍的武器消耗有哪一些呢？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包括了在精準打擊飛彈的數量上面消耗大約達到45%，其中愛國者飛彈已經消耗了將近是1半的量，薩德飛彈系統也消耗了大約50%。那麼現在預估呢，所有的彈藥大約最長時間得花5年才有可能去補齊了。前防長蓋茲更是再次的痛批說，美國的武器啊，他說他已經說了好多年，甚至在川普总統前任的总統期間呢，他就已經講說美國的武器太貴，而且生產的速度太慢了。他特別比喻說，這一次呢，一枚400萬美元的愛國者飛彈，竟然是要攔下3.5萬美元的無人機哦。尤其他特別提到了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每月量產甚至可以達到200架。那美軍到底要怎麼打呢？另外，我們來看到受到中東的拖累影響哦，對於亞洲地區的軍售現在也確定會延長了。美國的代理海軍部長高雄特別說了，針對於台灣的軍售，140億美元現在確定是暫緩的。那麼會優先補足的是美軍的這個彈藥庫存，才會去考慮到台灣。再來，日本方面也是暫緩的。金融時報最新的報道說，日本採購了400枚的戰斧飛彈，恐怕最長時間得延後2年才有可能來做交付。大家在擔心美國在印太的軍火供應鏈是不是會撐不住了呢？另外，我們要來看到中國大陸在海上這邊，解放軍則是持續的推進。最新消息，遼寧艦航母編隊遠赴西太平洋演訓，大家也在關注說，那有關於殲35呢，是否可能在上面包括了華耀型航母能夠順利的起降呢？另外，可以在中國的現役3艘的航母上靈活的做部署嗎？大家也都在持續的做關心。那麼根據監控，包括了解放軍的054B 也護航了091型的補給艦，出現在包括了這個穿越沖繩與宮古島間的海域，在第一島鏈持續的對日本各國施壓。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特別來看到的是 CSIS 特別警告了7周的時間而已，美國在中東的彈藥就快要消耗盡了。那麼要彈藥回補需要5年的時間，再加上前防長批美國的武器又貴又慢，美國接下來有能力應對中國嗎？賴老師怎麼看？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要在哪裡應對中國？我覺得美國要先回答這個問題啊，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是要去侵略中國大陸，要在中國大陸的周邊來進行戰爭，不管在東海或者南海，要跟中國大陸的本土的軍力啊，解放軍來進行戰爭，其實我們根本不用專業知識，用常識就可以推理得出來，美國毫無勝算，沒有贏的任何可能性。這個最主要的就是您看看，連伊朗這樣的一個國家，伊朗跟中國是沒辦法相比的。不管在國防工業的研發、自我研發、制造能力，那不是一個量級，也不是一個世代差啊，它是原始的跟现代的之間的差別，是那差別太大了。
所以美國如果說我今天要把軍力投到這個亞洲這個地方來跟中國大陸交戰，不管使用韓國的軍事基地，或是日本的啊，甚至台灣的，或者是菲律賓的，美國都沒有任何勝算。美國自己很早就都知道了，陸面基地的沒有勝算。為什麼？因為全部都是在中國大陸的導彈的涵蓋的範圍內，所以沒有倖存的機會。那另外我們就講說，在海上的交戰，你航母戰鬥群推不進來，因為美國自己也算過啊，中國的區域拒止的能力使美國在海上之間，它的航母的這種海上基地、海上空軍基地的投擲根本靠近不了2500公里，更不用講說1500公里。那你想，不到1500公里，連1500都靠不進去的時候，它的艦載機毫無作用，是因為艦載機的作戰半徑沒有辦法超過1000公里，一般在650公里左右，所以它也推不進去。那些航母沒用，冒險推進來沒有生存的空間。好，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今天講中美之間交戰是在這個区域交戰的話，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在上個禮拜他在國會聽證的時候，他自己都已經說了，沒有第一島鏈，沒有第二島鏈了。他沒有講這兩句話，但他的言下之意是一二島鏈不存在。現在美國是退防到本土了，因為他是這麼說的。他說中國大陸解放軍是完全有能力打擊跟摧毀他的本土的軍事基地，那指的就是在關島、在夏威夷跟在阿拉斯加。那這個就是他們所謂的第三島鏈，也就是說他自己的戰略，他說我們已經把我们自己的這個基地變成我們的前沿基地了。是過去的前沿基地是再往前延伸到韓國、日本、菲律賓這邊來，但是現在已經是在本土做防衛中國大陸的前沿基地。好，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戰場的角度來看，如果戰場是在於西太平洋的話，美國是打不贏這場戰爭，這是常識。第二個，美國的國防工業的體系能力比中國大陸弱太多了。最重要的地方是在於美國沒有最重要的關鍵系統，所以它沒有辦法快速量產，而且沒有辦法完全自動化來量產那些導彈，而中國大陸可以。那你想，美國怎麼跟中國大陸較量？美國怎麼跟中國大陸打？當然，反之，中國大陸如果要到美國的本土來打仗的話，那中國大陸它本身的導彈的彈藥的西行量，它的補給線也不構成中國大陸可以打敗美國啊。那也就是說，這兩大國是彼此之間都沒有辦法在對方的國家來打仗了。所以拜託，還講說美國協防台灣的，拜託，不要再騙了，騙夠了。好，那一方面我們是看到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在不同的區域上面的競爭，另一方面我們也就這個細節來做一個比較精細的分析哦，包括了殲35，現在中國大陸傳出來說，馬上上遼寧號、遼寧艦，那到底戰力如何？再來看到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這邊的部署，剛剛講到了，除了殲35之外，還有054B 跟901型的大型補給艦，那呂艦長怎麼看？我們來看到前一段時間，大概就是在4天之前，中國大陸特別宣布了有關於遼寧艦的最新動態。那它的動態也就是要進入到西太平洋。那它到西太平洋做什麼科目呢？我們可以從這個央視相關的那個微博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它要做的也就是戰術飛行、實彈射擊、支援掩護以及支援救援的這些，其實海軍一般操演的科目。那其實這個部分呢，也就是我們每一年看到，也大約就是從5月開始，解放軍就開始進行這一些航空母艦打擊群的這一個動作。可是這一次大家會特別重視一個重點呢，也就是殲35的部分，而且這殲35這紅字啊，還不是我標的，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央視它標的，它要大家特別重視殲35的部分。那殲35那到這一個遼寧艦上面，其實是非常特別的。那但是呢，不意外。為什麼我們這樣講？因為大家一開始都認為殲35原來就是設計給福建艦電磁彈射使用的。可是呢，這一次
我們透過這個央視的報道，他告訴我們，其實這次要驗證的是滑彈一體，也就是我們講到滑躍起飛以及彈射起飛都可以在這一個殲35上面達成。那如果說呢，我為什麼說不意外呢？如果我們大家仔細的追蹤這一個 Google 的這一個地圖，我們就會看到，在遼寧的新城的一個基地，我們就會看到2023年的3月6號，其實我們就已經在這一個航空母艦滑跳甲板以及降落甲板這附近，我們已經看到這兩個黃框，它標明的也就是這些戰機的翅膀是可以折疊的，可是它並沒有我們一般所看到的這個潛翼的設計，也就是它是殲35而不是殲15。那另外呢，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在這個遼寧艦它在服役的時候，也就是在2024年，這是它完成了中期的這一個入屋型的場級維修之後，那我們就會看到，其實它的甲板後方這一架戰機，那當然從這個角度大家看不清楚，可是從這一個角度大家就會看得非常清楚，也就是它就是殲35。所以殲35的設計一開始就是要滑彈一體的，它而不是說它只是給電磁彈射使用。那至於說我們講到說这個901這個綜合補給艦，也就是呼倫湖號跟這一個054B 洛河號，那他們為什麼先一步穿越宫古海峽進入東部海域？因為現在解放軍在演練的，也就是它雖然是一個我們講到這一個遼寧艦打擊群，但是呢，它會有其他的編隊從其他的我們例如說看到宮古海峽這一個部分來，或者是台灣東部的這個水道直接匯合，而不會成為一個大編隊的時候一起出發，然後也就是讓無論是日本或者是台灣難以掌握那個解放軍真正的目的是在做什麼。好，那我們一方面也看到在西太平洋這邊的一個對峙哦，那我們也看到說，那美國呢？美國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它在中東的彈藥已經消耗盡了幾乎見底，現在是連台日的軍售都卡關了，還有能力來應對中國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是啊，我們剛才詩敏也提到，美國在這一次對伊朗的戰爭當中啊，3款最重要的飛彈，也就是標準3或標準6型，以及愛國者飛彈，還有薩德飛彈。其實都消耗大概至少1/3，有的甚至消耗到1半的庫存。愛國者飛彈消耗了1/3，打了1000枚，好，它總共就是3100枚。对。然後呢，薩德飛彈呢，那更是打了200枚，大概消耗掉1半。那同時標準3、標準6也是同樣的這個情況。那因此，他現在要趕快提升它的庫存，就延遲了它對歐洲國家、對日本的戰斧飛彈，就是說本來都已經是要延遲了，現在更明確講要再多延遲2年啊。然後呢，對台灣的軍售，當然也所謂的依據海軍代理部長高雄的說法，我查了一下，他真的叫高雄，但是越南裔的，那就越南裔，對，他叫高雄。那倒不是因為他叫高雄，所以他要他講對台軍售了哈。那但是因為他是川普的圈內人，在國防部裡面，所以即使他是海軍代理部長，其實跟軍售是無關的。但是也讓他剛好那一天，就因為他要出席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就透過這個方式，把它講出來，就是整個這個1400億延後。那至於延後多久也不知道。好，所以這是就是說，他的對伊朗戰爭造成的彈藥的拖延。那現在美國還能不能夠再去打2場戰爭？通常美國大戰略都是這樣，它能夠同時面對2場區域戰爭，但美國實際上沒有真的打過2場大型的區域戰爭。但是它的火力、它的彈藥、它的部署是可以做得到。那可是呢，你打2場戰爭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現在啊，我覺得他再去打1場區域的戰爭，可能都做不到了，因為他的彈藥庫已經這個就是剩下1半，甚至更少。那同時呢，他在這個區域的影響力、盟國的配合能力都在減弱。因為當你不夠強的時候，我為什麼要來幫助你？
那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問題。那至於說是否能夠嚇阻中國，剛才賴教授幾個就講得很重點啊。我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數字來顯現了。現在叫做5500加1000對抗5000。那俄羅斯有5500枚核子彈頭啊，中國大陸大概有600到1000呢，然後美國有5000呢。所以為什麼中俄之間在4天之後要舉行川普習會之後要舉行普習會？在一個大國的權力重組過程當中，各位一定要了解這個核武嚇阻的核心關鍵重要性。中國大陸雖然有600到1000，而且它的這個長程投射能力也很強，但是呢，你總是再加上更多的這個數量，對於美國更具有威懾能力。那美國當然也看懂，美國也了解。那第二個在講區域拒止，這個剛才賴教授講得清楚啊。那你講中程彈道飛彈，東風21、東風26，這都是2000到4000的。然後呢，還有超高音速彈道飛彈，東風17。好，那這些都是美國沒有辦法發展出來。你一旦進入到這個區域，你不要說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再遠一點，這都面臨到嚇阻。是。那第三個呢？美國要怎麼去再跟中國打仗？貿易跟製造跟就是各個層面都會受到影響。所以我是覺得你現在在談，就是美國跟中國，它還是具有那種俯視的地位嗎 ？No， 老早根本雙方已經相互平視了。川普最了解，因為他是個大交易家，他知己知彼，所以他為什麼這次到北京去像個小學生一樣聽話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